相识的第5年，身为婚纱设计师的余舟和我求了婚。订婚戒戴到我手上的那刻，他向我承诺道：“书和，我会为你设计出最漂亮的婚纱。”直到婚礼前夕，余舟却带着本该属于我的婚纱和许晴踏入了婚姻殿堂。婚礼上，他们相拥、亲吻，浪漫地宣誓。回家后，我要他给我一个解释。他一挑眉，满不在乎道：“只是做样子，你耍什么小脾气？再说了，阿晴都快死了，你就不能大度些？”闻言，我不哭也不闹，而是说道：“那婚约取消，你去陪许晴吧。”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话音落地，整个屋子都陷入了沉默。男人眸底酝酿着翻腾的愠怒，双手攥拳，指尖用力到发白。他蹭地站起身来，一字一句对我说道：“林书和，你再说一遍。”我合了合眸子，心底划过百般绝望。每当我说了不合他心意的话后，余舟总会生气地要我再重复一遍。以前的我，为了照顾他的情绪，总是一而再再而三的退步。伤他心的话，我从不讲第2遍。可如今，我垂下眼眸，声音缓慢而又坚定。我说：“我们解除婚约吧。”咣当，余舟将桌上的一切东西都砸在地上，不少玻璃瓷碗碎了一地，碎片溅到裸露在外的肌肤上，带起一阵痛意。男人俨然气得不轻，胸膛剧烈起伏着。林书和，他大声叫着我的名字。就因为这种小事，你就要抛弃我们这几年的感情？你还真是薄情寡义。刺耳的辱骂声如把把锋利的刀子，狠狠捅入心间。这时，轻轻的推门声响起，许晴穿着余舟特别为她设计的衣裙，站在书房里，探头探脑地看过来，脸上带着些骄纵。“阿舟，我想要那件红色的长裙。”等目光触及许晴，余舟长舒了口气，眉眼间皆是柔和的笑意。他快步走了上去，牵住了许晴的手，声音软得一塌糊涂：“等明天画稿设计完，好吗？”面对许晴，余舟向来没有什么底线可言，从不允许任何人进入的书房，许晴却可以堂而皇之的进出，而我这个未婚妻只能在房间需要打扫时才能进入。“你们吵架了吗？”许晴看向我，眼中带些楚楚可怜的意味。提起我，余舟皱了皱眉，他还不值得我生气，不过是个言而无信的骗子。男人嗤笑一声，毫不遮掩地说道：“我几乎是一眼就看见了许晴脚上穿着那双高跟鞋，那是我为了结婚特地买来的。为此，我等了半年，直到昨天才拿到手。我还不知道许小姐有偷人东西的爱好。”我冷声开口，话音落，许晴几乎是瞬间哭了出来，脸上挂满了泪珠。她攥紧了余舟的袖口，带着哭腔说道：“阿舟，我不知道，我只是觉得好看，对不起。”说完，她作势就想脱下鞋子。余舟的脸色彻底黑沉了下来，他制止住许晴的动作，转身朝向我，抬高了手。巴掌落下的一瞬间，一阵难以忽视的肿痛袭来，我呆愣地歪着脑袋，后知后觉，原来是余舟扇了我一巴掌。男人蕴含着怒气的声音自头顶响起：“还真是反了你了，不就是一双鞋，至于这么羞辱阿晴吗？再说了，一个没了条腿的瘸子，有必要穿这么贵的鞋子？”余舟扔下一句话，拉着许晴的手就离开了原地。我的内心一阵苦涩，眼泪无声滑落。他惯会我伤口上撒盐，可他似乎忘了，我这条腿是为谁而瘸的。偌大的屋子里挂满了喜庆的红色装饰物，一切都是余舟为了许晴特地装扮的。
脑海里似乎又放映出余舟那张皱眉厌烦的脸。他的话在耳边回响起：又没登记就办场婚礼，你什么时候这么小气了？周围安静了下来，我垂下脑袋，看向自己的那条病腿，姿态僵硬至极，任谁看都能瞧出那是只假肢。2年前，我和余舟外出时，不知从哪里窜出一辆速度极快的轿车，眼见着距离逼近，我使出全身的力气将余舟推开，自己的一条腿却被碾压进车轮里。人声嘈杂间，血流成河，我甚至都感受不到疼痛。只见余舟跌跌撞撞地向我扑来。那天我为他失去了条腿，他也哭得不能自已，手脚发麻。舒和，以后你就是我的唯一，除了你，我谁也不要了。那时的我对这句话深信不疑，可许晴出现了。刚开始，余舟总会跟我诉苦：舒和，你就不知道他有多烦人，整天跟在我身后。许晴是余舟老师的女儿，余舟不得不容忍这一切。可慢慢的，余舟提起他的时候，眼底总会蓄满了喜悦。他开始早出晚归，只为了和许晴多待一会儿。即使我在吵在闹，余舟还是雷打不动地去陪许晴。直到前天，本活蹦乱跳的许晴被查出了晚期胃癌。为了满足她的愿望，余舟和她办了婚礼。那件华丽漂亮的婚纱被许晴穿在身上，全部人都在夸二人郎才女貌。我哭了一整夜，枕头上遍布泪痕。可眼下，我目送着余舟和许晴慢慢消失的背影，心里毫无波澜。第2天，我收拾好了自己的行李，正当开门之际，却迎面撞上了归来的余舟。他手上提着一只盒子，我看见了透明罩下的蛋糕。余光瞥见我身后的行李箱，余舟眉头明显一皱。又玩离家出走那套，他不明不白地哼笑一声，似乎并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。毕竟以前的我，为了引起余舟的注意力，总会提着行李箱假意离家出走，次数多了，余舟发现自己随口哄2句就可以挽回我的心。可显然他并不知道，我已经下定了决心要离开。倏然，一只大手落在我肩头，以令人难以忽视的力道将我调转了方向。余舟扬了扬手中的蛋糕：你最爱吃的。还不等我开口，余舟自顾自道：给你个台阶就下了吧，吃完赶紧给阿晴道个歉。他情绪不能激动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他甚至连我的意愿也不顾及，而是强行给我安排了接下来该干的事情。或许在他心里，我永远都是在无理取闹。我一声不吭地看向蛋糕上缀着的5颜6色的糖珠，空气中都弥漫了一股香甜的气息，莫名的烦躁，只因蛋糕上摆着的那几块芒果。不知多久，我缓缓开口：你又忘了我对芒果过敏。5年的时间足以摸清一个人的脾性与习惯，可余舟像是从来都没有在乎过我一样，连我对芒果的事实都能遗忘再忘。男人挑眉，满不在乎道：这不能吃，那也不能吃。林书和，你什么时候这么矫情了？心底油然而生的一股无力。于是我伸出手，将小巧精致的蛋糕拍落，黏腻的奶油四溅，再也不似刚才那般令人有食欲。余舟一愣，随即是滔天的怒意。他避开那堆粘在地上的奶油，攥住了我的手腕，力道之大，让我感觉下一秒就要捏碎我的骨头。窗外下着雨，雨滴啪嗒啪嗒地砸在窗户上，像阵急促的鼓点。你又发什么疯？我费尽心思来讨你欢心，排队排了1个小时才拿到蛋糕，你说砸就砸了。他气得不轻，双目猩红，像只暴怒的狮子。要我说，你比不上阿晴的1/1000好。你不是要离家出走？那好，
现在就滚出去，看看除了我，谁还会看得上你一个瘸子？余舟气冲冲地指向门外，满脸戾气。可自始至终，我都很平静，好像一个冷漠的局外人。闻言，我一只脚踏出了门外，还没来得及回头，余舟便将我的行李箱狠狠扔出门外。滚！永远不要出现在我面前！隔着一层雨帘，男人的眉眼模糊，但那副冷峻的像是淬了冰的面容还是刻在了我的心中。我的眼前突然浮现出了许多画面，可来来回回都是余舟那张还格外青涩稚嫩的脸。从相识、相知、相爱，我和他经历了很多。慢慢的，记忆中的那张脸和余舟现今的面容重合上，如大梦一场。我不再停留，转身离去，离开了余舟。我马不停蹄地去往医院。我答应过奶奶，今天会去看她。一见我，奶奶愁云遍布的脸笑了起来。书和终于来了。等我刚坐下，她就不停地往我手里塞吃食。我笑着一一接下。奶奶还和以前一样爱絮叨，拉着我说了很多。但这次，我发现她总是提起一个人，小宋医生。正当疑惑时，房门被人轻轻推开，一阵细微的脚步声响起。我抬头一看，是一个穿着白大褂的年轻男人，手中拿着病历单。奶奶脸上瞬间扬起一抹欣喜。舒和，这就是小宋医生。原来宋景明是奶奶的主治医生。男人温和一笑，和奶奶寒暄了几句，便将我叫出门外。长长的走廊里路过形形色色的人，宋景明简单几句话就介绍了奶奶的病情。患者最近恢复得不错，如果可以的话，可以多给老人买些营养价值高的食物。我专心听他说着，一时没留神到脚下，身子失重就要往旁边倒去时，宋景明牢牢地扶住了我的手腕。小心些。男人略微低沉的声音自耳边炸开，我脸一红，还没来得及站稳，身后传来了熟悉的声音：这么快就找到了夏家？有没有告诉人家你是个断了腿的残废啊？余舟黑着张脸慢慢朝我走来，我看清了他眸底掩藏的醋意。不管是从前还是现在，余舟从不容许我身边留有异性朋友的位置。以前的我只以为是余舟太没安全感了，便总会无条件地迁就他。手机通讯录里面的男性寥寥无几，可现在反过头来想，只不过是余舟心中的占有欲发作了而已。我站直了身子，松开了宋景明，这应该和你没有任何关系。余舟讥笑一声，目光似有若无地落在宋景明身上。还知道找个医生呢？是为了从他身上捞钱吗？我皱了皱眉，还没来得及开口，他自顾自地说了下去：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只要你低头认错，奶奶的医疗费我会继续掏。三言两语间，余舟似乎是认定了我一直都是用的他的银行卡，可他不知道，这几年来他银行卡里的钱我分文未动。一向脾气温和的宋景明蹙着眉，放下了手中的病历单，将我整个人挡在身后。余舟见状，眉梢间酝酿着怒意，他冲过来，一把扯住了我的胳膊。就当他要用力时，穿着蓝白病号服的许晴走了过来。她微红着眼眶，发丝未乱，却并不凌乱，嘴唇微瘪，尽显柔弱。余舟一见她，瞬间熄了火，连带着像触电般松开了我的胳膊。阿周，你不要我了吗？说完，他呜呜咽咽的小声哭了出来。也对，反正我也快死了，你也不要在我这里浪费时间了。余舟心疼地将许晴抱在怀中，温言细语地安慰着她的情绪。突然，他动作一顿，似乎是想起了什么。林书和，你还欠阿晴一个道歉。男人抿紧了唇，冷声开口。周围安静下来，
像是暴风雨来临的前奏。我直直地看向余舟，凭什么？明明是许晴占据了本该属于我的婚纱，明明是余舟先次此伤害于我，辜负我，到头来却要我道歉。路过的人不再离开，而是看热闹般的停留在原地，窃窃私语。一阵嘈杂间，许晴哭得更委屈了，额前碎发挡在余舟眼前，叫人看不清他眼底的情绪。他掠过我身前的宋景明，扯住我就要往地上甩。犯了错就该道歉，你以为阿晴没有人护着吗？他高声说着，犹如索命的恶魔。我身形不稳，扑通一声倒在地上，那只带有假肢的病腿以一种格外僵硬的姿势摆在地上。周围人的议论声更大了，目光几乎全都放在了我的腿上。我就该让所有人都知道，林书和就是个上不了台面的瘸子。宋景明最先反应过来，他推开了余舟的手，在众人惊愕的目光下，俯身横抱起了我。有事吗？他柔声问我。我摇了摇头，缓缓从口袋里掏出了一支录音笔，心仿佛在我落地时的那一刻就死了。5年时光终成泡沫。我毫不犹豫地摁下了播放键，一道清丽的女声传了出来。我不装病骗他，怎么能扳回他的心啊？那你不怕他发现啊？整段音频播放完，许晴的脸色早已褪了色，嘴唇不自觉地颤抖着，余舟却显得冷静很多。如果忽略他微微发抖的指尖和愣神的眼睛，许晴慌了。他伸手抓住了男人的袖口，像是溺水之中的人抓住了最后一根稻草。阿周，你听我解释，都是林书和陷害我。大颗大颗的泪珠顺着许晴的脸颊滴落下来，尤为可怜。按以往，余舟最见不得他这副楚楚可怜的模样，可现在余舟眼底挣扎了一番，还是不留余地地拂开了许晴的手。他朝我向前一步，无措地伸出了手，似乎是想要触碰我，可最后还是歇了气，无力地垂了下来。书和，他轻轻喊着我的名字，我却只觉恶心。是我错了，我们回家吧。他恳求我，整个人像是被不断滋生的慌乱笼罩住，唇瓣都隐隐发白。刚刚因为摔得太狠，双腿都使不出力气来，我只好扯了扯宋景明的衣服。我们走吧，我毫不留情地说道。宋景明会意，他对着余舟弯起了嘴角。抱歉，他现在……宋景明拖长了尾音，又继续说道，好像并不想跟你回家。许是宋景明脸上的笑意过于晃眼，余舟眼底的红血丝更多了，眼尾微微泛红，他脸上满是不甘心。书和，整整5年的时间，我不信你能真正放下。我却笑了，一如余舟当时那副满不在乎的模样。不，我会放下的，毕竟是你犯错在先。你明明知道我有多看重那件婚纱，但你还是随手给了许晴。你也知道我会为此难过，但还是熟视无睹我的崩溃。那件婚纱我不要了，我也不要了。余舟一怔，宋景明抱着我转过身，人群也渐渐离去，只剩下一脸呆滞的余舟和梨花带雨的许晴留在原地。自从认识了宋景明后，我生活中似乎平白无故地增添了些欢快。他说话温柔，做事细致，总会在闲暇之时约我出来。我们变得越来越亲近了，到最后似乎只隔了层薄薄的窗户纸。余舟也渐渐地淡出了我的生活，直到有一天，余舟给我打来电话，那头的他声音小心翼翼，再也不似往日般的高高在上。书和，你有空可以再回趟家吗？家里还有些你的东西，你过来拿一下。烦躁渐渐蔓延开，我停下了手中的工作，声音淡漠到像是在面对一个陌生人。我不要了，你扔了吧。
说完，我利落地挂断了电话，无视了余舟将要脱口的话。他却又一次不依不饶地打了过来。等我挂断电话第10次时，他终于消停了。可我没有想到，余舟会在医院等着我。为了见我，他似乎精心打扮了一番，头发利落地梳起，身上穿着件令我分外眼熟的西装，那是我几年前送给他的，直到今日，他才肯穿上身。男人怀里的红色玫瑰过于显眼，引得不少人纷纷侧目。察觉到我的视线落在了那套西装上，余舟眼中多了些势在必得。舒和，以前都是我不对，这些天我睁眼闭眼全是你。我们，余舟动了动，还想再说什么，我却打断了他。从你和许晴办婚礼的那一刻，你就不配提我们了。余舟眸色一沉，似有乌云聚集。他抿了抿唇，嘴角弧度僵硬。舒和，我只是犯了小错而已，而且你是知道老师对我的恩情有多重。阿晴还只是个小姑娘，虽然她确实说了谎，但这都情有可原。事到如今，余舟依旧在袒护着许晴。我突然想起了那天，正和余舟处在热恋期的我问他：余舟，你以后会无条件地袒护我吗？那时的余舟一脸无奈地笑着，伸手揉乱了我的头发。你问什么傻话呢？你是我女朋友，我当然会一直站在你身后。可如今，他确实做到了无条件地袒护一个人，只是那个人不是我。思绪回笼，我不再想在他身上浪费时间。转身欲走时，余舟慌张地握住了我的手。舒和，我见你走路姿势不太对劲，是假肢磨得太狠了吗？回头，我看见了男人眸底的关心之色，忽然有些恍惚。还记得有次，我无意间路过余舟的书房，他似乎是在打电话。林书和，我听见了我的名字，下意识地停了下来。拉倒吧，上回我哄着他，让我看看他那条病腿，差点没把我恶心死，跟半截肉球一样。就那一眼，我3天都没吃下去饭。紧接着，电话那头的人似乎说了句玩笑话，余舟笑骂了声，嘲讽意味浓重。如果不是为了我才成那样的，我早就坚持不下去了。还是阿晴那样的女孩处起对象来更开心些。那一天，我差点崩溃了。我从脑海中疯狂翻找着余舟爱我的记忆，试图以此来安慰自己。冰冷的眼泪淌了满脸，心上裂了个大缝，似乎也在源源不断地流着泪水。离开的念头或许就是在那一刻埋下的。如今再看余舟那张脸，一切都变成了假深情。这时，一阵突兀的手机铃声响起，余舟身子明显一僵，任由铃声响了几秒，最后还是接通了电话。阿舟，我好像发烧了，家里没有一个人，我好害怕。令人心生怜惜的声音钻进耳朵，余舟眼神躲闪，不敢看我。他低声道：家里没有药吗？那头的声音更娇弱了，仿佛下一秒就要晕倒过去。算了，我就知道你还在怨我。我紧锁眉头，重重甩开了余舟的手，冷嘲热讽道：他都快死了，你还不去看看吗？男人眉头一拧，似乎对我说出的话十分不满。舒和，阿晴只是病了，你没必要诅咒她。我就不明白了，为什么一牵扯到阿晴，你就这么刻薄，活像个泼妇。说完，余舟当着我的面答应了许晴。他收回了手机，眼神不善地看向我，一并将手中的玫瑰花扔在一旁的垃圾桶里。以后你应该改改自己的小脾气，除了我，没人能忍受得了你。本娇嫩的玫瑰花瓣在经历过大力扔砸后，枝叶四散，花瓣碎裂。余舟头也不回地走了，脚步极快，似乎是急着要见很重要的人。如果是在3年前，我可能会害怕
抛弃而追上去。余舟也早已摸清了我这一点，所以每次在公共场合吵完架时，余舟总会冷着张脸，疾步往前走去。只有见着我在他身后眼巴巴地跟着时，余舟才会给我一个好脸色看，接受我的道歉。可物是人非，我没有再将目光投在余舟身上一秒，而是转身向病房走去。一连5天，余舟再也没有出现在我面前。宋景明看出了我最近心情不好，顺势把我约了出去。约会地点是在一处幽静的海边，不远处摆满了五彩斑斓的小灯，在月光下熠熠闪光。我东张西望了好久，却还是没有找到宋景明的踪影。他似乎是有意躲藏了起来。突然，一个路人递给我一束白色桔梗，笑着对我说：“有人在前面等着你。”心下升腾了一股隐秘的期待。我缓缓往前走去，越来越多的人递给我桔梗，直到怀里再也抱不下时，穿着白色西装的宋景明款款入场。直到他站定在我面前，我还是有些缓不过来神。舒和，我可以当你的男朋友吗？男人眸底闪烁着笑意，周围人起哄起来，眼前一片模糊。我察觉到了自己为宋景明而剧烈跳动着的心脏。就在我答应时，余舟从熙攘的人群中挤了出来。他凌乱着头发，鞋都跑掉了一只脚滑稽地踩在沙滩上，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海盐味道。余舟和我，宋景明一道变成了人群中的焦点。舒和，你不可以答应他。男人嘴角扬起一道比哭还要难看的笑。周围人开始不满地叫喊了起来：“人家表白呢，你来这捣什么乱呢？快下去呗，别乱了别人的好事啊！”余舟的脸色越来越白，身形都开始摇摇欲坠，但他始终不肯离开，而是固执地看向我，眼中闪烁着泪意：“求你了，不要答应他。”余舟见我不应，甚至妄想要握住我的手腕，只不过宋景明反应太快，早在余舟伸手前就将我护在身后。“让开！”余舟从喉间挤出2个字。宋景明眉头一皱，刚抬脚时就被我拦住。“为了这种人，没有必要。”我淡色说道，紧紧握住了宋景明的手，并排站在他身边。余舟神色一愣，他似乎没有想到总会偏向他的林书和，在这一刻却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宋景明。他眼眶一红，冲上去就和宋景明扭打在一起，拳拳到肉的声音一阵接着一阵。我被拦架的群众挤到一边，现场混乱成一团。我似乎都听到了余舟大吼着：“书和是我的，谁也抢不走。”在余舟心中，我或许早已成为了他的所有物。他认定了我不会离开他，所以才会有恃无恐地和许晴越走越近。还记得有次，我半夜发起了高烧，迫不得已给余舟打去电话，他却只是轻飘飘地说了句：“那快去医院呢。”我没有错过电话那头许晴娇俏的笑声：“阿舟，你快去做饭。”他骄纵地对余舟说。余舟却没有半分不情愿，反而让我听出了一丝宠溺。“知道了。”可再次面对我时，余舟开始不耐烦起来。他问我：“还有事吗？”喉间一阵紧涩，我险些发不出声来。“你能？没有我就挂了。”我和他同时开口。等再回过神来，余舟早已挂断了电话，心里微微发紧。要知道，在家里，余舟连厨房都没有进过几次。我念及他工作忙，从来没有让他做过饭。可如今，余舟却愿意为许晴下厨，一道又一道的伤疤堆叠在一起，隐隐作痛。我推开人群，站立在余舟面前，声音轻而小，可足以令所有人都听得清。“余舟，放开我男朋友！”犹如按下静止键，
两个人都停了下来。我俯身将宋景明扶了起来，细细查看着男人身上的伤口。宋景明摸了摸我的脸，带起一阵冷意，他笑了笑，安慰我没事。我看着他嘴角处的淤青，心中的怒火更甚。余舟也跌跌撞撞地站了起来，他身上的伤似乎比宋景明还要重一些，一瘸一拐的，路也走不好。舒和，我好疼。余舟垂下眉尾，眼中皆是委屈。以往我总爱在家里备些跌打损伤的药膏，只因为余舟总爱在入神的时候不看路，摔得青一块紫一块的。每当这时，他总会委屈巴巴地跑到我身边，喊着舒和，我疼，而我总会嘴硬心软地为他上药。宋景明突然拉紧了我的手，似乎怕我会回头。你知道你现在像什么吗？我倏然对着余舟开口，可我不等他回应，像一只恶心至极的流浪狗，我一字一句地说道，咬字分外清楚。你纠缠我没有任何意义，我不会忘记你带给我的痛楚，而且我会记得清清楚楚。这番话更像是对余舟的一场凌迟，缓慢而又残忍。海风不断吹过，余舟衣角飘扬，唇色发白，一脸的不可置信。我牵着宋景明的手，在他的注视下离开了这片海滩。这次他没有拦住我，又或许他也知道根本就拦不住我。自那天以后，余舟像是换了个人，为了见到我，他开始在家门口堵我。我烦躁地赶了他一次又一次，他才慢慢消停下来。可当我一打开奶奶的病房门时，映入眼帘的竟然就是余舟。他坐在陪护凳上，正垂头削着手中的苹果。就连奶奶说出的话，向来没有什么耐心的余舟也能时不时地应上两声。我从来没有跟奶奶说过自己和余舟的事情。见我来了，余舟蹭地站起身来，从身后拿出一只盒子。舒和，这件裙子我做了好久，你看喜欢吗？余舟忐忑地打开盒子，里面赫然躺着件华丽的长裙，上面缀满了闪亮的珍珠。余舟似乎为了这件长裙下足了功夫，可这件裙子我要了2年。2年来，我总会给余舟说要一件他亲手设计的裙子，可他总不放在心上。即使在闲暇时，他也会随口敷衍。可许晴不一样，只要他开口，余舟就会赶时赶点地设计出草稿，再亲手缝制。他对许晴纵容无比，可对我只剩下了不耐烦。这条裙子来得不投机。我摇了摇头，我已经不需要了。余舟眼中的光似乎陨落了，他强颜欢笑道：那我在。我打断了他，声音更平静自然了。需要再让我重复一遍吗？奶奶看出了我和他之间的火药味，开始询问我和余舟的关系。我怕奶奶担心，只好谎称是朋友。余舟最后跟我走出了门外，刚踏进一处幽静的地方，男人便扯住了我的衣角，声音中带着恳求：舒和，我知道你不会原谅我，但求你不要丢下我。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，你知道的，我离不了你。说着，向来最注重颜面的余舟竟在我面前跪了下来。随后他掏出了一枚戒指，是我早已挑好的婚戒样式。他的手隐隐在颤抖，却还是固执地举着那枚戒指。曾经我无数次地幻想过与余舟结婚的场景，是浪漫的，亦或是温馨的，烟花礼炮样样不少。甚至于每个夜晚中，我总会沉浸于自己幻想的婚后生活中。可现实不是这样的，余舟远不及我想象的那么美好。他可以为了许晴，一次又一次地伤我的心，迫使我在绝望中崩溃，万千思绪归拢。我伸出了手，在余舟期待的目光下，我接过戒指，却并没有戴在手上，反而抬高了胳膊，用力一挥，
伴随着一道抛物线，戒指应声落入湖中，湖面上荡漾出一圈圈的涟漪，最后无影无踪地沉没入湖中。渔舟，我早就警告过你的，我从来都不会因为某个人的一举一动而轻易改变自己的想法。失我者永失。话音落，周围更安静了。渔舟慢慢抬头与我对视，我这才发现渔舟眼眶红了一圈，脸颊上挂着2道明显的泪痕。舒和，如果我把戒指捞上来，纵使渔舟话只说了一半，但我还是明白了他的意思。我拦不住你。渔舟毫不犹豫地跳进湖里，我却没有再多看一眼，而是转身离去。至于他最后捞到戒指与否，都和我没有任何关系。2个小时后，当我正在和奶奶闲聊时，听见护士八卦道：“听说渔舟跳湖了，都进抢救室了。他有什么想不开的？谁知道呢？难道是和老婆吵架了？怎么可能？前段时间他们不是刚结了婚？”闻言，我无动于衷地继续手上的动作。5年时间，众人甚至都不知道我的存在，因为渔舟从未在众人面前提起过我，反倒是许晴。渔舟给了他次盛大无比的婚礼，让他出尽了风光。所有人都知道知名设计师渔舟的伴侣是许晴。奶奶似乎是察觉到了我的不对劲，拍了拍我的手：“舒和，刚刚那个人是谁？”我满不在乎地笑了笑：“一个大名鼎鼎的结过婚的设计师，和我半分钱关系也没有。”我没有想到许晴会找到我，她戴着黑色口罩和帽子，把自己遮得严严实实，唯独露了双眼睛，眼底的恨意不加掩饰。“林舒和，你现在一定很得意，因为你，渔舟已经把我从家里赶了出来。”面对这种嫉妒狂，我抬脚就想离开，许晴却眼疾手快地抓住了我的胳膊，隔着衣物，我都能感受到对方长长的指甲在慢慢用力。“我不好过，也轮不到你好过。”他说道，憎恨意味明显，一股不安的情绪涌上心头。我下意识地想要呼救，却被他先一步捂住了嘴。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。许晴从包里掏出了把刀，阳光照在刀面，倒映出刺目的白光，双腿仿佛被定住。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刀子离自己越来越近，心跳急促的跳动间，我闭上了双眼。预想的疼痛并没有来临，我反而落入了一个熟悉的怀抱。那一刻，耳边似乎传来了路人的尖叫声，紧接着混杂着救护车声。等我再回过神来，渔舟已经因为失血过多而倒在我的脚下，血流了一地，刺目可怖。他却强撑地对我说：“舒和，戒指我找到了。”男人缓缓展开了手心，露出了那只带血的戒指。明明是感人至极的一幅画面，可我还是无动于衷地擦了擦脖颈上沾到的血迹，跟着救护人员的指示，抬脚离开了原地。身后似乎又传来了渔舟的声声挽留，细小如蚊蝇展翅声：“不要走，求你了。”可我还是没有回头。在渔舟将那件婚纱递到许晴手上时，他就该预料到有这天的。过后，宋景明吃醋般地问我：“你会不会因为这件事情而心软？”我一愣，突然想到一句话：一报还一报。我为渔舟失去了一条腿，他今天为我挡了一刀，我们之间两清了，思及此，我缓缓摇了摇头，抬头亲了亲宋景明的唇。不会，永远不会。在男人温柔似水的目光下，我轻声回答：“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